大家好，今天想跟你唠一个事儿，到底哪一天人类才能找到第二个地球？这话乍一听确实有点像电影桥段，但你别急着划走，越往下听，你越会发现这件事跟你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咱们先把话挑明，截至现在，科学家翻遍了5700多颗系外行星，真正达标的第二地球一颗都没有，一颗都没找到。可即便这样，全世界最厉害的望远镜每年还是把大把时间死死盯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因为这不是消遣，这是人类文明早晚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你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个问题？假如有那么一天，地球住不下去了，咱们能往哪儿搬？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末日片的开头吗？离自己10万8千里。可你回头看看气候这事儿，这几年极端天气是不是越来越离谱？多少地方刚刚熬过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该淹的地方淹了，该旱的地方旱了。这些可不是特效，是每年都会出现在你手机推送里的真消息。再往远了说，太阳还有大概50亿年寿命，可它不会一直温和，地球表面的温度会被它一点点往上抬，再过几亿年连液态水都未必撑得住，更别提那些没法预报的意外了。小行星砸下来，超级火山炸开来，每一样听上去概率都低得吓人，但概率低不等于0，所以你品品，这哪是科幻问题，这是悬在头顶的现实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人开始较真地问，要是真得走，宇宙里有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先别急着找答案，你得先明白地球有多金贵。它表面的液态水已经稳稳存在了将近40亿年，这40亿年里，温度高没高到把海烤干，低也没低到把水冻成铁疙瘩。这种长期的稳本身就是奇迹，背后是太阳亮度慢悠悠的变，是大气层自己会调节，是月亮在边上拽着它稳住自转，一大堆条件凑巧搭在一起，才扛了40亿年。你说在浩瀚宇宙里再撞上一个同样走运的地方，难不难？科学家给这个理想中的目标专门起了个名儿，叫地球 2.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称呼， NASA 专门建了一个系外行星档案库，全球顶尖的那几台望远镜年年都把时间砸在这上头。你平时可能觉得天文学家整天研究的都是高深玩意儿，可说穿了，好多人钻研一辈子问的就是同一句话：宇宙这么大，还有没有第二个能让人活下去的角落？那问题就来了，什么样的星球才配叫地球 2.0 呢？不是随便挑一颗就能戴这个帽子的。科学家定了3道硬杠，少一道都不行。第一道叫宜居带。你想啊，地球离太阳不远不近，温度刚刚好，水才能以液态待着。这不是凑巧，是位置站得妙。离恒星太近就成金星那德行了，表面400多度，连铅都给你烤化。离太远呢，就是火星那副样子，冷得透骨，大气还留不住。那一圈刚好能让液态水存在的距离，科学家就叫它宜居带。顺带说个冷门的，很多人压根不知道，金星其实就贴在太阳宜居带的边上。可金星现在啥样？地表400多度，大气几乎全是二氧化碳，气压是地球的90多倍。第二关是液态水。这条听着像在重复第一条，其实是两码事。宜居带说的是温度够格，液态水说的是水本身得真的在。有些行星老老实实待在宜居带里，可它就是一颗干巴巴的石头蛋，一滴水没有，那也白搭。科学界基本认死一个理，液态水是生命的前提。第3关叫类地质量，行星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火星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3上下，大气慢慢就被太阳风给刮跑了。可你以为大就好，质量是地球6、7倍的那种超级地球，表面引力大的能把人压趴下，站上去那感觉就跟有人把你往地里摁，走2步都费劲。过了这3关，
还有些加分项。最好它的母恒星是那种安稳的类太阳恒星，别动不动就甩药般的红矮星。行星本身得是实打实的岩石球，别是那种气态的大气球。大气层的厚薄也讲究，太薄保不住温度，太厚又能把自己捂成温室地狱。按这一层层标准筛下来，你就懂为啥这么难找了。宇宙里绝大多数行星连第一关都摸不着，3条全过的凤毛麟角。更要命的是，这3条还互相牵着。一颗行星质量太轻，留不住大气，没大气就锁不住热，没热就没液态水，3个条件会手拉手一起崩。所以说白了，找地球 2.0 找的根本不是3块拼图凑齐，而是要找到一个环境，能让这3件事自己同时发生。标准捋顺了，下一个自然冒出来的问题是，宇宙这么大，撞上的概率高不高？先甩个数，截至2025年，人类已经确认的系外行星超过了5700颗。可你知道这数是怎么数出来的吗？靠的是一招，叫凌日法。原理特简单，一颗行星从它的恒星跟前路过时，会把那么一丁点星光给挡住。望远镜呢，就专门去逮恒星亮度那次极其微弱的一闪。就靠这点变化，反推出行星躲在那儿。你想想，那颗行星本身根本看不见，咱就凭星光暗了1咪咪去猜它在，那点变化可能连1%都不到。就靠这个，咱们抠出了5700多颗。那宇宙里实打实有多少行星呢？天文学家估过，光银河系里类地行星大概就有400亿颗。400亿是40个10亿，你一颗一颗数，数到老死也数不完。整个可观测宇宙里行星的总数，据说比地球上所有海滩的沙子加一块还多。行星这玩意儿在宇宙里跟沙子一个意思，遍地都是，根本不缺。这就引出一个挺有嚼头的事儿，既然类地行星多成这样，那宇宙里的生命按理也该满地都是才对。可咱们至今啥也没听见，一点动静都没有。科学家给这个拧巴的事起名叫费米悖论。概率这么高，宇宙却安静得瘆人，没有一丝来自地外文明的信号，这份沉默本身就是个谜。那你肯定想，行星这么多，挑一颗地球 2.0 还不是手到擒来？我前面说了，翻遍5700多颗，没一颗真达标。不过这几十年找下来，倒是挖到几颗让科学家眼睛一亮的苗子。咱一颗一颗看，看看离地球 2.0 最近的那几个到底什么成色。先从最出名的说起，开普勒 452b， 江湖人称地球的表哥。2015年 NASA 一宣布发现它，媒体直接炸了，满屏都是最像地球的系外行星这种说法。你瞅瞅它的数据，是真有那么点意思。它绕着一颗类太阳恒星转，位置不偏不倚，就在宜居带里。公转一圈385天，跟地球的365天就差20天。个头是地球的 1.6 倍，不大不小，看着挺顺眼。光看这几条，你真会觉得这就是地球的亲表哥，叫一声双胞胎也不算夸张。可问题来了，开普勒 452b 比地球老了快15亿年，它的母恒星比太阳还亮了大概1/4，意思就是这颗行星挨的热量比地球多。科学家推算，它的宜居带正一点点往外挪。换句话说，开普勒 452b 很可能已经迈进了温室效应失控的门槛，就跟金星那条路一样，越烧越烫，最后熬成炼狱。要真是这样，它现在多半已经不适合任何生命落脚了。这个推算里藏着一层让人心里发凉的意思。15亿年前的开普勒 452b 没准跟今天的地球差不离，没准那会儿它条件正合适，可那是15亿年前的事了。咱们现在从地球上接到的那束光，是它1400年前发出来的，咱看见的是它1400年前的模样。它此刻究竟变成啥样了，没人知道。还有个更扎心的问题，咱们压根没法对它细看。
连它到底是岩石球还是气态球都确认不了。所有分析全搭在间接推算上。你知道咱发现它靠的是啥吗？就是它从母恒星跟前过的时候，恒星亮了那么一暗，就凭这点变化，咱们只能算出它的大小和轨道。至于它表面长啥样，有没有水，有没有大气，两眼一摸黑，这一切全怪距离。开普勒 452b 离地球1400光年，远到咱们看它跟隔着一层雾看花一样。1400光年是个什么概念？你换算一下，时速1000公里的飞机飞过去得250亿年，旅行者号那个速度要飞2600万年。就算你弄到一艘光速飞船，也得老老实实飞满1400年才到。所以地球表哥说穿了就是个好听的外号。离找到了，差着10万8千里。说完表哥，再唠一个让整个天文圈更激动的发现。 TRAPPIST 负一系统。2017年 NASA 开了场发布会，扔出一个震动学界的消息，在一颗叫 TRAPPIST 负一的红矮星身边，一口气发现了7颗地球大小的行星。更夸张的是，其中3颗正好都落在宜居带里。你说这是个什么阵仗？以前找一颗都得磨好几年，这儿一下端上来3颗候选。当时科学家差点没乐疯，7颗行星绕着同一颗恒星转，这本身就稀罕的不行，而且这7颗挤得极紧，全塞在比水星轨道还小的范围里。你要是站在这套系统里某颗行星上抬头，能看见邻居行星就明晃晃挂在天上，大的跟月亮似的，那画面搁哪部科幻片里都不掉价。7颗行星彼此用引力你拉我扯，硬是把整个系统稳成了一种精巧的动态平衡。到了2025年，韦伯望远镜的观测甚至摸到了第8颗行星的影子。要是做实了 TRAPPIST 系统，就会成为人类已知行星最多的系外系统，跟传说里的开普勒90并列第7。这群行星里，科学家最上心的是 TRAPPIST 负一 E， 它个头跟地球最接近，位置又卡在宜居带正中间，温度估出来最不冷不热。2025年，韦伯望远镜专门为它的大气砸进了将近130个小时，130个小时就死盯着这一颗看，结果嗅到了一点甲烷的苗头，同时还排掉了几种可能，比如以氢为主的大气，还有火星那种稀薄的大气都被划掉了。可科学家话说得很稳，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排掉几个选项不等于敲定了答案，还得攒更多数据才能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大气，有的话又是啥成分，听着是挺有盼头。可这套系统有个挺要命的毛病， TRAPPIST 负一是颗红矮星。红矮星跟太阳不是一路货，它脾气暴，动不动就甩耀斑，朝外喷一大堆高能辐射。你想想，隔壁住着个邻居，隔3差5就冲你家方向放一炮高辐射，谁顶得住？在这种环境里，行星的大气层多半会被一点点剥光，剥到最后啥都不剩。还有个麻烦叫潮汐锁定。 TRAPPIST 负一 E 很可能是一面永远朝着恒星，一面永远背着恒星，一边是没完没了的白天，一边是没完没了的黑夜，两头温差大得离谱。至于距离， TRAPPIST 负一系统离地球39光年，旅行者号飞过去大概要7亿年，就算光速去也得39年。可人类现在最快的飞船连光速的1/1000都还沾不上边。说完 TRAPPIST， 再讲一颗听上去最让人心痒的候选，比邻星 B。 为啥说它勾人？因为它是目前已知离地球最近的那颗系外候选行星，就 4.2 光年。你品品这个数，前头说的开普勒 452b 1400光年， TRAPPIST 系统39光年，到它这儿 4.2 光年，搁宇宙的尺度上，这都算贴脸的隔壁邻居了。2016年，科学家宣布在比邻星旁边逮到了这颗行星，质量起码是地球的 1.17 倍，老老实实待在比邻星的宜居带里。消息一出，好多人激动坏了，觉得这么近，说不定哪天真能溜过去瞧瞧。
可你猜问题卡在哪儿？比邻星也是颗红矮星，这就又绕回前头那个老毛病了。红矮星爱炸耀斑，而且比邻星比 TRAPPIST-1 还狠，它甩的耀斑强度是太阳的好几百倍，这些能量就直愣愣往比邻星 B 脸上招呼。科学家估算，比邻星 B 接的辐射量比地球高出几十倍都不止。在这种环境里，大气被剥光的概率高得吓人。没大气就没气压，没气压，液态水在表面待不住，没液态水，生命就没地儿扎根。3个条件跟多米诺骨牌一样，哗啦倒下去，比邻星 B 基本就凉透了，而且它也有潮汐锁定的嫌疑。一面永远向着比邻星，一面永远背着。向阳那面是永恒的烈日，背阴那面是永恒的黑暗和死寂的冷。中间夹着的那条晨昏线，是唯一温度还勉强能聊一聊的地带。这种地方就算真有大气，能不能撑起生命也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当然也有科学家不这么看，觉得它说不定有磁场护着，大气没准还在。这些都没定论，毕竟隔着 4.2 光年，咱们根本看不清它的真面目。4.2 光年听着最近了，可旅行者号飞过去得花差不多7万年，7万年是人类整部文明史的2倍还拐弯。你看，宇宙意义上的近跟人类能不能去完全是两码事。不过还真有人认真琢磨怎么去。2016年，霍金和扎克伯格几个人联手扔出一个叫突破射星的计划，打算用激光把几颗重的微型探测器加速到光速的 20%。照这个速度飞到比邻星20年就能到。这想法在技术上还堆着一大摞没解决的难题，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人类不是没想过出门，只是真要做到，路还长着呢。前头讲的这几颗候选挨个都带着自己的毛病。开普勒 452b 太老，可能早成炼狱了。 TRAPPIST 系统的母恒星辐射太凶，比邻星 B 的大气多半已经被扒光。你扒拉一下，会发现它们栽在一个共同的坑里，就是母恒星不够厚道，不是上了年纪越烧越亮，就是脾气暴爱炸耀斑。那有没有一颗行星既乖乖待在宜居带，母恒星还是那种安安静静的类太阳恒星呢？还真有。2025年，一个国际天文团队正式确认了这么一颗叫 HD 20794d。 这颗行星最大的亮点就在它的母恒星身上。 HD 20794是一颗特别像太阳的稳当恒星，年纪大概81岁，耀斑活动少得可怜，不会动不动就往边上喷辐射。跟红矮星一比，这颗恒星就是那种安分守己不惹是非的好邻居类型。 HD 20794d 本身就落在母恒星的宜居带里，质量大约是地球的6倍，属于超级地球。引力是会比地球大些，可比起那些怪物，它友善多了，还在科学家能聊的范围里。当然，它身上也压着一堆没解开的疑问，大气成分至今没摸清，有没有液态水也不知道，都得等更猛的望远镜才能下判断。你知道发现它有多费劲吗？ HD 20794d 靠的是另一招，叫镜像速度法。行星的引力会把母恒星拽得轻轻晃悠，科学家就通过测恒星光谱的细微变化，反推出行星的存在。这颗行星的信号弱得可怜，淹在一堆干扰里，硬是熬到2025年，数据攒够了才官宣。能把这么难逮的行星抠出来，本身就证明咱们的技术在往前窜。再说距离20光年，你可能觉得这比邻星那 4.2 光年远多了，可你知道旅行者号飞20光年要多久吗？大约3亿7千万年，而飞到 4.2 光年外的比邻星只要7万年。你瞧这落差，从7万年一下蹦到3亿7千万年。表面上看 4.2 光年和20光年差得老远，可搁宇宙的尺度里，他俩说的根本是同一件事，就是人类这辈子去不了。这组对比给人一个直白的体感，宇宙里的近跟咱们脑子里那个近
压根儿不是一个量级。但 HD 20794D 的意义，不光是名单上有添一颗，它的现身说明随着探测技术往上走，咱们开始能逮到以前根本逮不着的那类星球。这颗星球像是在提醒咱，真正的地球 2.0 没准儿就藏在这些类太阳恒星身边，只是过去咱们眼神不济，一直没瞅见。聊了这几颗候选，其实还有个更深的问题，值得好好掰扯一下。哪怕咱们真撞上一颗各方面都卡着标准的类地行星，就等于人类能搬进去住吗？不一定。你可能觉得这话有点绕，可这恰恰是整件事最容易被想岔的地方。宜居带说的是液态水理论上能存在，可不是说人到那儿就能正常过日子。这俩中间还隔着好几道门槛。第一道是辐射，一颗行星要是绕着红矮星转，表面挨的辐射量可能是地球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人在没防护的情况下根本没法在地表活着。这不是抹点防晒霜能解决的事，是一堆高能粒子直往你身体里穿。第二道是引力，超级地球的质量是地球好几倍，表面引力自然也跟着大，你走路就跟一直背着好几个自己的体重似的。心脏得在这么大的引力下把血泵变全身，骨头长期扛着巨压，人在那种地方能不能正常活都两说，更别提见文明了。第三道是大气成分，有大气不代表能呼吸，金星就有大气，可主要是二氧化碳表面气压是地球的90多倍，你站上去就算没被压扁也得被毒死。咱们要的是富含氧气和氮气的大气，这个配比在宇宙里特别金贵，地球能凑齐这个方子，纯属老天爷格外开恩。第四道是昼夜节奏，潮汐锁定的行星一面永远朝着恒星，一面永远背着，一边没完没了的白天，一边没完没了的黑夜，两头温差能差出几百度，中间只有一条勉强温度合适的晨昏线。可那条线上到底能塞下多少人，谁也说不准。所以你看，科学家找地球 2.0 找的不光是那儿可能有液态水，而是人类真能搬进去好好活。这个门槛比前者高了，可不止一个档次。还有科学家提了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第5条，地质活动。地球上的板块构造运动，表面看是火山地震的祸根，麻烦得很，可它实际上是地球气候的调节阀，不停地把二氧化碳从大气里抽走，硬是把温度平衡撑了几十亿年。一颗没有板块运动的行星，就算别的条件都对，长远看气候大概率也得失控。可这一条要搁几十光年外去验证，眼下的技术根本够不着。你把这些条件搁一块掂量掂量，这就要求母恒星温和，行星质量别太大，轨道别被潮汐锁定，这4件事一块成立，在宇宙里有多稀罕，地球自己的存在就是最好的答案。那绕回最核心的问题，这么多年科学家为啥还是没能揪出一颗地球 2.0， 到底卡在哪儿了？说白了，横着3道真正的拦路虎。第一道，距离太远，根本验不了。你可能觉得发现一颗候选行星之后，多拍几张照片瞧瞧，不就成了？可现实是，用现有的望远镜，咱们能确认一颗行星在那儿，却根本拍不下它表面什么样，那距离太离谱了。就好比你人在北京，想看清上海地上一粒沙子是什么颜色，办不到。K2-18b 的故事特别能说明这份憋屈。2025年，剑桥大学团队用韦伯望远镜分析这颗行星的大气，声称逮到了二甲基硫醚，这玩意儿在地球上只有海洋生物才造得出来。好多人都以为找到外星生命的那天真要来了，结果没过几个月，好几个独立团队把同一批数据重新捋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却不一样，认为那个信号更可能是乙烷，一种跟生命八竿子打不着的气体。你看，逮到一个信号是一回事，证明这信号来自生命是另一回事。
咱们现在的技术还没本事把这2件事接上。第二道，大气检测的精度不够，就算咱们能分析一颗系外行星的大气，目前的技术也只能粗粗看个大概，瞧出大气里大致有哪几类分子。至于细的成分根本抠不清，可要判断一颗行星适不适合生命，光知道有氧气还远远不够，还得看各种比例，看有没有有机分子，这些现有的家伙神儿都干不了。第三道是观测盲区，这一点很多人都没意识到。现在的望远镜天生带着一个偏心，逮大行星比逮小行星容易，逮离恒星近的行星比逮远的容易，而真正岩石大小又恰好待在宜居带里的行星，偏偏就是最难被发现的那一类。也就是说，咱们眼下找到的这5000多颗系外行星，很可能不是最像地球的那批，只是最好逮的那批。这话听着别扭，可它的意思是，不是宇宙里没有地球 2.0， 是咱们的眼睛还不够好。好消息是，眼睛正在变好，韦伯望远镜已经比哈勃强出一大截，正在规划里的下一代大型太空望远镜还会再往前迈一步，他们专门设计了去遮挡恒星的强光，好直接把行星本身拍下来，而不是再靠星光那一暗一暗去瞎猜。也许在不算太遥远的某天，咱们终于能真真切切看清那几颗候选星球的脸，到那会儿该问的问题一问，答案自己就冒出来了。说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事儿进展也太慢了，慢得让人有点泄气。可不如换个角度瞧瞧，人类仰着脖子看星空已经看了很久很久了。古人抬头瞅星星瞅不清，可他们给每颗星都起了名字，编了故事，认定那些光点跟自己的命数有牵连。后来伽利略举起望远镜对准了木星，发现木星边上有4个小亮点在挪动，那是木星的卫星，那也是人类头一回用仪器看清了地球以外的天体。再往后，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飞上了天，它不盯太阳系，专盯那些遥远的恒星，盯着它们的亮度有没有那么一丁点儿微小的起伏。就这么死盯，盯了好几年，硬是抠出了几千颗系外行星。你看，每一代人都在用当时手里最好的眼睛往外瞅，能瞅多远就瞅多远。可这件事的内核远不只是找一颗备用星球这么简单。你琢磨琢磨，地球 2.0 这4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宇宙里除了地球还有另一个地方能孕育生命，能让人活下去。要是真找到了，那就等于说生命在宇宙里不是一次孤零零的意外，而是一种到处都在发生的寻常事。宇宙是那种角角落落都有生命在悄悄运转的地方，而不是一片死寂里碰巧蹦出了一个我们。这是一个比找到星球本身更大更重的答案。而且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哪一天咱们真把地球 2.0 找着了，那一刻对留在地球上的人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不是说那边给咱们发来了生命信号，也不是说咱们立马就能收拾行李搬过去，而仅仅是知道了宇宙里还有这么一颗星球，跟地球一样，有水，有大气，有适合生命落脚的条件。光是这一个消息就足够把人类看待自己在宇宙里那个位置的方式彻底改写一遍。此刻望远镜还在缓缓转动，信号还在被一帧一帧的拆解，更猛的设备正在车间里被一点点造出来。宇宙的某个角落也许就真有这么一颗行星，正安安静静地绕着它的恒星转，液态水在它表面流淌，大气层把它轻轻裹住，它已经在那儿待了几十亿年了，只是还没被咱们撞见。你想想这事儿有多神。地球这头的人类使尽了浑身的聪明劲儿，攒出最精密的仪器，把它送上太空，让它对准几十光年外一个漆黑角落里的一点微光，就为了判断那点微光旁边有没有一颗石头，那颗石头上有没有水。光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称得上人类干过的最了不起的几桩事之一了。也许找到它只差再等一架望远镜，
也许还得搭上好几代人的时间，没人知道。好，这期就唠到这儿。要是听完觉得还不赖，就顺手点个赞，撑一下场。也欢迎把这期分享给你觉得会感兴趣的人。还没订阅的，顺道点一下订阅。这类话题我后面还会接着聊，定了才不至于错过。咱们下期见。